火云邪神他老人家说过一个至理名言：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这句话从侧面表现出了武术的一个重要加点方向，那就是速度。一个快字让无数男人又爱又恨，有人追求极致的快，有人因为太快而面如死灰。而日本就有这样一种武技，以快很准作为金字招牌，通过各种艺术创作的传播，如今已经变成了居家旅行装逼必备的技能。它就是传说中的居合术。居合一词最初并不单指拔刀术，而是指坐着进行的技能。由于很多居合流派都很重视拔刀技术，因此逐渐的居合一词就代指拔刀术。日本武术的基点是站姿动作，当然坐着的武术动作也很重要。不过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要求能够从日常动作到攻击动作的迅速转换，并且很多武术流派无论是刀法还是合攻，有对手脚动作的限制，因此对于在狭小空间内有效发力，尤其是躯干的有效使用，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居合术就是典型的例子。要说日本居合装逼第一人，那么座头市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作为日本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座头市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街友，顺便还兼职赌鬼。但是落魄不堪的外表下，他却有着强悍到鬼畜的剑术。他用的武器不是常见的太刀打刀，而是一把藏在拐杖里的杖刀。座头市经常反手持刀，他拔剑如同闪电般迅速，斩人的精确度也是令人窒息。可以说就是座头市这个形象把居合术这种传统武技用快和帅烙印在了观众心中。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装逼如风，常伴无身。以后无数艺术创作者，尤其是 ACG 创作者们，纷纷把居合术用在了自己的作品里。例如《航海王》里的海军大将藤虎，他的原型其实就是座头市。同作品中的索隆也有一招居合神技狮子哥哥。而现实中，在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的林崎慎助创立的一套拔刀术流传开来，所以林崎慎助被视为居合术的创立人。林崎认为双方在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对于持短刀的人有利。毕竟坐着使用长达1米以上的太刀确实很有难度，但是林崎却为了报复仇，苦心探索如何使用太刀做到一击必杀。最终的结果是林崎成功地创制出了拔刀术，最终报了复仇。其实在日本刀法中，居合术和剑术是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拔刀和刀出鞘以后的剑术理论上是一个时间先后的关系，但是很多日本武者专门练习拔刀术，很多国家发展出过与日本刀结构相似的刀，但是如此重视拔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至于原因有多种说法，主要包括因为日本刀的构造，拔刀时可以产生比凭空劈砍更强的爆发力，能做到抢先劈砍。另外，居合术是坐姿奇袭，一招制敌的胜算也很大等等。要说现代的居合大师，很多人可能就算不知道名字，但也在网上看到过修心流居合术创流者丁景勋的表演。他在现代摄影设备的见证下，展现了居合术强大的一面，比如刀切子弹、刀切网球等等。他本人也保持着6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介绍他的综艺节目给他起了一个中二的称号——斩断声音的男人。不过居合术在虚拟作品中的流行，也让很多人对于这个技术产生了很大的误区。例如，为了凸显紧张刺激的感觉， ACG 作品的居合术在使用时往往都会收刀入鞘，摆出一个左手握鞘右手握刀，身体往前倾的姿势，给人一种正在蓄力的感觉，辨识度极高。然后为了展现速度之快，总是要让敌人先发起攻击，然后再拔刀后发先至。更有甚者，比如某不愿透露姓名的韦姓男子，为了凸显速度极致的快，在使用居合时只是用拇指把刀向前推一段距离，刀身根本没有完全出鞘，敌人就被一连串次元斩狂斩。如果是武侠片或者漫画，此时的旁白恐怕就该解释他的速度之快，肉眼根本无法看见他拔刀砍人的动作。而这些作品里的居合永远只有一个动作，在砍人一刀以后必定会收刀入鞘，做出一副深藏功与名的样子，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攻击。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居合讲究低调，根本没有什么刻意蓄力给人看的动作。居合讲究的是攻其不备，在对方表明敌意并且气势汹汹地杀过来的情况下，没人会等到最后一刻才拔刀。因为这种做法有2个硬伤，第一是出手慢，因为刀鞘会影响出刀速度；第二就是容易爆鞘。
刀刃与刀鞘摩擦导致其开裂。所以实战中能第一时间拔刀，只有想炫技的傻子才会等到最后。把刀快速收入鞘中，也违反了日本剑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残心。残心的要求是时刻保持对敌姿态，即使敌人已经倒下，也不能轻易解除警戒。事实上，日本剑术会要求人们以较慢的速度来收刀，为的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应对突发状况。如果匆忙把刀放回刀鞘，对方没有死透突然袭击，就很可能抓瞎。而且快速收刀一样对刀鞘有很大损耗，让道场师范看到这么做，恐怕要被狂暴 K 头。其实聚合和西部片里牛仔拔枪有点像，美国西部片的左轮决斗与日本剑戟片的聚合，某种意义上都来自于一个思路，两者都是通过对峙双方将发而未发来制造紧张感，然后通过一瞬间胜负立判来释放蓄积的情绪。在游戏中，由于聚合是战斗过程中使用的，无法如电影那样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铺垫来营造紧张的情绪。而为了让玩家感受到这种不断蓄积的紧张感，以及接下来一瞬间的释放，游戏便普遍地把聚合变成了一个极易受到攻击的蓄力技能。所以美国牛仔快速拔枪射击，然后收枪入套的手法，也被很多网民戏称为美式聚合。实际上也确实有美国警察在摄像机的见证下表演出了肉眼无法看清的拔枪射击手法，精准度也异常惊人。只不过牛仔快速拔枪决斗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幻想，真正的西部牛仔就一底层打工仔给牧场主放牛的，决斗人家可没那闲情逸致。这其实就和虚拟作品中的聚合术一样，也只不过是美国人的武侠梦而已。在众多 ACG 的聚合术使用者里，你觉得谁使出的聚合最帅气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